乌俄最新战报，俄军指挥所遭遇空袭，俄罗斯第聂伯集团现任总司令杰普林斯基阵亡。俄罗斯自由军团再次出动，攻入别尔哥罗德。U2现身波兰，侦察乌俄边境。乌俄当前战况如何？自由军团的目标又是什么？美海军现代化大清仓，2025年将淘汰10艘未到服役期限的军舰，这是为什么？印度光辉战机失事，烈火5导弹首次飞行试验。乌俄战场之上，俄军指挥所遭遇精准空袭。3月11日，乌军空军使用 JDAM 或者法国的 ASM 袭击了位于第聂伯河左岸雷巴利切以西的米哈尼克博果丁号。这是一艘搁浅的油轮，被认为是俄军的指挥所。今日乌克兰3月11日报道，当时俄罗斯前空降司令、现任俄罗斯第聂伯集团司令杰普林斯基就在船上。而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的初步消息，杰普林斯基已经阵亡。这艘油轮的背景颇为复杂，2018年的时候就被乌克兰列入制裁名单，并在赫尔松港口被查扣。乌俄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也想要将这艘油轮撤离，却没有做到，只能将油轮拖到附近区域。去年俄军攻入赫尔松右岸后，这艘油轮就被改造成了监控指挥所，直到3月11日被乌军击毁。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霍梅尼科表示，这次空袭行动是乌军精确打击能力的又一例证。而俄罗斯军方也是按照惯例对战况保持缄默，没有承认这次的损失。不过俄罗斯媒体报道了杰普林斯基所在的油轮遭乌克兰空军袭击的消息，但没有提及是否死亡。如果杰普林斯基跟乌克兰情报局说的一样，那这将是乌俄战争中最高级别的俄军将领阵亡。2022年，杰普林斯基被任命为俄罗斯空降兵司令，2023年10月30日接任第聂伯河集团军司令员职务。乌俄战场之外，俄罗斯自由军团、志愿军以及西伯利亚营攻击俄本土。伊尔76坠毁。3月12日，一架伊尔76 MD 运输机在伊万诺沃州坠毁。按照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事故的原因是一台发动机起火，机上有8名机组人员和7名乘客，所有人员都已经死亡。不过，俄罗斯奥伦堡州州长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在伊万诺沃州坠毁的伊尔76上总共有16人，其中有5个人是奥伦堡第117军事运输航空团的飞行员。俄已做好核战准备。3月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官媒的访谈中表示，俄罗斯从军事技术层面已经做好动用核武器的准备，一旦俄罗斯的主权和独立受到威胁，俄方就准备使用核武器。针对乌俄战场，普京认为外国军队驻守乌克兰不会改变战场局势。除此之外，在谈及乌俄战争时，普京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并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只是乌俄战争打到现在，俄罗斯不想打就和谈，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俄罗斯自由军团领导人凯撒宣布进军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这是消失大半年后俄自由军团再次行动。这次的行动日期为3月12日。距离俄罗斯总统大选还有5天的时间。目前悬挂自由军团旗帜的坦克和人员从3个方向攻击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初步消息称，一架俄罗斯苏27战机在别尔哥罗德边境附近的瓦罗伊基镇被击落。不过双方都没有发表官方评论。同时，俄罗斯自由军团已经拿下库尔斯克州的蒂特金诺村，当地俄军已经放弃阵地。而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发言人安德里尤索夫表示，俄罗斯自由军团、志愿军以及西伯利亚营都是由俄罗斯联邦公民组成的部队，可以在俄罗斯境内完全自主和独立的行动。自由军团这次行动的时间距离俄总统大选很近，俄罗斯也不会允许在这个时间有额外的事情发生，反击的力度会很大。火力军估计，自由军团在完成预定目标后就会很快撤出去。除此之外，在3月12日，乌克兰也对俄本土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俄罗斯奥米尔的油库发生大火，俄罗斯圣彼得堡尤日纳亚发电站被击中，别尔哥罗德7个定居点断电。不过，对于俄罗斯而言，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油库、发电站、军工厂频繁遇袭，问题是自由军团的袭击也变成常态化。可以预见的是，乌俄战争对俄本土的影响只会越来越大。另一边，美国也展开了新一波对乌军援。虽然美国对乌的额外军援资金在众议院被卡，
但是并不代表美国停止援乌。3月12日，美国政府宣布一笔3亿美元的对乌军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这笔钱是从其他武器合约中省下来的。这次主要军援是弹药，包括毒刺海马斯的弹药、155毫米炮弹、AT4 小型武器弹药以及各式备用零件等。不过，在额外军事援助依旧没有通过的前提下，这波军援是治标不治本，只能为乌克兰提供几周的弹药供给，并不能满足乌军的战场需求。按照外媒的报道，因为军援资金无法通过，美国政府想要直接援助乌克兰，可以利用总统拨款权，直接从国防库存中移交武器，不需要通过国会批准。目前美国国防部可以用于总统拨款权的经费大约还有40亿美元，但是国防部用于补充武器库的经费已经用光了，所以目前没有动用总统拨款权资金。想要长期援乌，还是需要那610亿美元的额外军援资金。欧盟这边计划最迟今年夏天从俄罗斯冻结的资产产生的收益向乌克兰拨款30亿欧元。欧盟委员会表示，如果能够得到欧盟成员国的批准，第一笔资金最早可以在7月交付。乌俄战场之外，美军 U2 侦察机在波兰现身，这是要做什么？3月12日，乌克兰军文网报道，波兰航空爱好者在3月10日拍到一架美军 U2 高空战略侦察机出现在波兰上空，正朝未知方向飞行。U2 的准确出巡地点以及任务目的也是未知。但是根据目击者表示，这已经不是美军高空侦察机第一次出现在波兰上空了。火力军估计 U2 这是在侦察乌俄边境的情报。虽说 U2 在1956年就服役了，但现在依旧没有退役，其可以在21336米的高空执行全天候侦察任务。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可以为决策者提供重要情报。而且在2020年的时候，洛马还为 U2S 装配了新一代 SY-ERS-2C 多频谱相机，提升了资料传输能力。这款开放式架构的相机甚至可以与 F-35 和 F-22 共享侦察数据。结合新加坡之前表示 F-35 在乌俄战场上充当五代机的消息，火力军有理由怀疑 U2 这是在侦察乌克兰边境附近的情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乌军最大的优势就是北约给予的情报支持。在乌俄战场之上，北约已经编制了一个情报网，这也是为什么乌军每次都能打击俄军后方的重要目标。杰普林斯基在指挥部遇袭也是如此。美国海军现代化大清仓，2025年将淘汰10艘军舰。挑战军火巨头，美国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竞赛已经达到白热化，西谷初创公司 Caslion 正向传统军火巨头发起挑战。3月9日的时候， Caslion 就已经成功测试了一款自行研发的高超音速导弹系统原型弹。除了 Caslion、雷神公司、洛马公司等军火巨头也投入开发新型高超音速武器。与这些军火巨头相比， Caslion 只是一家融资1420万美元的小型初创公司。同时，另一家公司 Stratolaunch 在3月初也成功试飞了一款可重复使用的超音速测试载具 Talon。 虽然是初创公司，但给雷神、洛马这些军火巨头带来了很大的压力。3月11日，美国政府向国会提出2025年度国防预算，总金额8500亿美元，其中2039亿美元都是美国海军的。美军官媒《星条旗报》报道称，美国海军2025年将获得6艘军舰，但是也将除役2艘提康德罗加级、2艘滨海战斗舰等10艘军舰。美国海军在2025年将获得1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2艘伯克级驱逐舰、1艘星座级护卫舰、1艘圣安东尼奥级2栖船坞运输舰，以及1艘中型登陆舰。除此之外，为了获得福特级中的企业号、米勒号、哥伦比亚级的威斯康辛号，2025年继续由跨年度预算支持造舰计划。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按照星条旗报的报道，由于预算限制的不确定性以及年度国防拨款混乱，美国海军原计划在2025年建造2艘弗吉尼亚级，最终改为建造1艘。F-35C 也是如此，2025年仅采购13架。为了确保造舰预算以及对现有舰艇的维护，美国海军打算在2025年除役10艘还没有达到服役年限的军舰，包括2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4艘远征快速登陆舰、2艘滨海战斗舰以及1艘远征转运船坞舰。美国海军当前有292艘军舰，不过整体规模正在不断缩小。
星条旗报报道称，如果新的造舰计划与旧舰除役计划过关，到2025年，美国海军的舰艇总数将削减至287艘。印度光辉战机失事，服役8年首次坠机。3月12日，印度空军一架光辉战机在拉吉斯坦省坠落，这是印度自制战机服役8年以来首次坠机。此次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飞行员眼疾手快，在第一时间选择弹射跳伞逃生。有意思的是，美国马丁贝克公司把这件事当成了宣传机会，表示印度空军的这架光辉战机用的是马丁贝克 IN-16G 型弹射座椅，这也是自家生产的弹射座椅第7719次成功拯救飞行员的生命。说实话，这点没得黑，这款弹射座椅的性能确实不错。马丁贝克 MK16 型弹射座椅的衍生型号与美制 F-35上使用的 US-16E 型弹射座椅属于同一个技术分支，质量还是很过硬的。但光辉战机的性能就不好说了。为了摆脱世界最大国防设备进口国之一的名声，印度一直都在推动本土国防制造，顺带将印度空军机队中的苏联战机现代化。于是印度从1984年就开始研制这款轻型战斗机，但是一直到2001年才进行首飞，足足花了17年。终于在2016年，印度国产光辉号服役。在2021年的时候，印度就将光辉战机的制造工作包给国有公司印度斯坦航空，合约价值60亿美元，要生产83架。印度希望光辉战机先取代印度空军中已经老化并需要退役的米格21、米格23以及米格27战机，等到性能进一步提升后，开始取代印度空军中的米格29、美洲虎攻击机和幻影2000，并最终成为印度空军的主力战机之一，与印度空军的 AMCA 隐身战机组建高低搭配的作战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去年就定了一个小目标，让每年国防设备出口额在2025年达到50亿美元，差不多是去年的3倍多。其中最主要的做法就是推销光辉号，只是战机失事之后，印度能否达成这个目标就不好说了。服役8年以来没有摔过一次，不是因为质量过硬，那是因为印度空军到2015年年初才开始正式接收第一架量产型的光辉战机。同时，因为早期量产型的光辉战机质量不是很稳定，还被短暂退货，在2016年中旬才完成2次接收。因为质量不靠谱，印度空军基本上没怎么用，上天飞行的时间不多，自然也就没什么机会摔飞机了。除此之外，烈火5导弹进行首次飞行试验，继美英法俄中之后，印度也拥有了这种能力。3月12日，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印度总理莫迪3月11日宣布，印度成功对本土研发的烈火5导弹进行了首次飞行试验，试射是从奥迪沙沿海的阿卜杜勒卡拉姆博士岛上进行，弹道由北极星号导弹测量船跟踪。试验弹在飞行3550公里后，落在孟加拉以南印度洋。烈火5 MIRV 本来打算在3月13日发射，可能是气象原因提前发射。值得一提的是，烈火5采用了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技术，能够使该武器系统发射多枚核弹头，瞄准分散在数百公里范围内的不同目标。印度是世界上第6个实现这种技术的国家，可见烈火5导弹的性能。烈火5采用3级固体燃料发动机，射程超过5000公里，这是单弹头的射程。如果采用 MIRV 型，射程会缩短。不过与携带单一弹头的导弹相比， MIRV 能造成更大破坏。说实话，烈火5导弹已经出现7、8年了，从单弹头到分导式多弹头进展比较缓慢，估计是控制技术没达到要求。分导式与级数式的差别，就是前者可以在射程内打击任何目标。也就是说，如果烈火5 MIRV 携带3枚弹头，那么就可以在3500多公里射程内分别打击3个不同距离的目标。而级数式3枚弹头就只能同时打击1个目标。MIRV 也是核导弹发展的最高等级。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官方并没有透露使用 MIRV 的烈火5可以携带多少弹头，但是跟踪该项目的军事科学家认为，这个数字为4到5枚。不过这也有一个前提，印度要掌握弹头小型化技术，也就是第3代氢弹制造技术，徘徊在原子弹水平，没办法实现分导式弹头。
而印度那边从1998年连续进行5次核试验之后，似乎也没有掌握氢弹制造技术。过去那么长时间之后，是否掌握还有待观察。不过烈火5还有一个问题，导弹虽然试射成功了，但是 TEL 发射车还是老样子，甚至这东西都不能算是 TEL， 只能说它是移动发射架，只能在公路上机动，并且要在高标准的预设阵地发射。稍微松软或者不平整的场地都有可能在发射时倾翻，然后尾焰把发射车点燃。烈火5系列的发射装置就是由大马力车头牵引一个发射架，到了发射场之后车架分离，发射架先做好支撑，发射场地气象测量，导弹陀螺仪要调整归零等等，一系列准备工作之后才具备发射条件。这一套工作下来，其他国家很容易就能侦察到，毕竟就那几个预设阵地，低轨小型卫星几乎是1个小时对侦察地点刷新一次，根本躲不过去。韩国、英国造船厂结盟，开展岛山安昌号级的潜艇出口计划。韩国岛山安昌号在2018年下水，现在已有2艘服役。该级3号舰深彩号预计在2024年春季也会投入海军行列。之后还会建造2批次潜艇，预计到2029年将有3批次，共计9艘同级舰服役，成为韩国海军新一代的水下战力。而韩国造船厂现代重工在3月初宣布，与 LIG Nex1 科技公司结盟，研制岛山安昌号级潜艇的出口型。目前双方已经在现代重工的蔚山总部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LIG Nex1 公司之前是给张宝高级潜艇开发战斗管理系统的，也是岛山安昌号级的声纳套件供应商，在潜艇战斗系统开发方面有经验，双方这是强强联合。同时，作为岛山安昌号级供应商之一的英国巴布考克集团，在2月份已经与现代重工及韩华海洋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整合资源，开发岛山安昌号级的外销市场。岛山安昌号级用的是英国巴布考克集团生产的武器挂载发射系统，澳大利亚的柯林斯级、加拿大的维多利亚级以及英国海军的多型潜艇都是用的英国巴布考克集团的产品。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认为俄罗斯自由军团的目的是什么？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